当我开始研究和理解 YouTube 影片的缩图之后，我频道的影片观看量得到了快速上涨。今天这期影片我会告诉你，在我制作缩图的时候，我遵循了3个原则，也常见的在制作缩图的时候犯了4个错误。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我想通过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欢迎对我频道，完全免费的。记得把旁边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另外，这底下描述栏也能够找到很多精华使用工具。首先，缩图制作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抓住眼球。大家都经常在 YouTube 的首页上面浏览影片，你可以看到，在你首页上面 ，YouTube 会展示给你成百上千部影片供你选择。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是你，是怎么挑选观看的影片呢？你肯定是发现你感兴趣的影片，并且这部影片它的缩图是非常吸引你的，能够抓住你的注意力，你会优先选择这样类型的影片进行观看。所以在你设计缩图的时候，你要想着观众也有这样的心理过程，他们也是这样子挑选他们的影片的。那么你的缩图应该怎么样和其他影片的缩图进行竞争呢？首先第一个技巧就是你的缩图需要带有明亮的颜色。明亮的颜色它通常是非常跳跃的，非常活泼的，能够很快抓住别人的注意力。如果2张缩图比较在一起，一张缩图是明亮的颜色，一张缩图使用的是灰暗的颜色，那么明亮的颜色肯定会优先抓住观众注意力，它的画面肯定是更跳跃的，这样子的缩图才会越被观众发现。第二个技巧就是展示你的表情。如果条件，我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在你缩图里面展示出你的脸，露出你的表情，因为当你展示出表情之后，就会带有情绪的连接，可以连接到你的观众，观众也很容易被你带入这样的情绪，并且有研究表明，有露脸的缩图通常更吸引观众，会让观众更想要点击。第3个技巧就是巧妙的使用文字。在观众浏览 YouTube 影片缩图的时候，他们也会阅读缩图上面的文字，如果缩图上面的文字是他们感兴趣的，让他们产生了好奇，也会增加观众点击这部影片的几率。第4个技巧就是使用干净的背景。大家在制作缩图的时候，你们的背景千万不能太复杂，不要有非常多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这样就会让整个画面显得非常杂乱，观众不知道重点应该是哪一个，并且很容易让观众觉得看不清楚。通常观众看到这样的缩图都会直接跳过，不会想要点击这部影片。第2个缩图制作准则是你的缩图需要容易看清。我们需要知道有 75% 的观众是在 YouTube App 上面观看 YouTube 影片的，所以你的影片缩图需要保证观众如果在手机上观看也是能够看得清楚的。这里我希望大家在制作完缩图之后，可以把缩图缩小到手机上面的尺寸，你可以去看一下，在这个尺寸下你的文字是否清晰，你脸上的表情是否能够看得清楚，你想要强调的元素是否观众能够清楚的看到。当所有的这些都看得清楚之后，你的缩图就过关了。这里希望大家尽量把缩图做得简单一点，你缩图上面强调元素最好不要超过3个，你不需要放入太多元素，让观众觉得这个缩图上面非常的杂乱，不知道应该看哪一个。当你缩图有展示重点的时候，观众就越容易理解你缩图想要展示信息。第3个缩图制作准则就是激发好奇。激发起观众好奇心非常的关键，你需要在观众看到你缩图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动力，想要探索你影片的信息，让他们产生疑问，比如说他们心里面会想，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究竟结果是怎么样的？让他们感觉这部影片好像是挺有趣的，促使他们迫不及待想要点开你的影片。例如我这张缩图，我的文字配上的是 YouTube Shorts 重大的更新，并且配上了惊讶的表情。那么当观众看到这个缩图之后，他们就想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更新？这个更新是否与我有关？就想要探索我影片的信息，就想要点开这部影片。而这张缩图我配上的文字是你一直在犯错，并且搭配的是无脸焦虑的表情，这2者就激发起了观众好奇心，就会和他们建立起情绪的纽带，他们就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错误，这错误是否他们自己也在犯，所以就会点开这部影片去探索更多信息。接着我会告诉大家几个大家在制作缩图的时候常犯的错误。不过在此之前，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这样是对我非常大的鼓励还有支持。首先第一个错误就是元素太混乱。之前我们说过，缩图里面的元素不能够太多，太多元素就会导致这个缩图非常的复杂，让观众觉得很混乱。很多人都认为在缩图上面放越多的元素，就越能够展示影片的信息。其实这是起相反的作用的。你要考虑到，观众在 YouTube 上面不是只看你一部影片的，而是会有非常多其他的影片和你的影片进行竞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越简单的缩图反而能够起到强调的效果，越能够抓住观众注意力，越能够让观众了解你想要表达的信息。第二个错误就是太多的文字。我看到有很多新手 YouTuber 在制作 YouTube 影片缩图的时候，常犯的错误就是放了太多的文字，他们恨不得把影片的所有的内容都放到缩图上面，让观众直接了解到影片的信息。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能够吸引到观众，让观众直接了解到很多影片的信息。其实真实情况是，观众看到这样的缩图就直接跳过了，因为缩图上面太多文字，他们并不想花时间去阅读这些文字。通常在我制作缩图的时候，我会把我的文字控制在5个字左右，我会强调表达我想要让观众知道的信息。通常我的缩图文字是配合标题的，一般我会强调吸引观众注意力，去激发起他们好奇心。如果观众好奇这部影片，当他们点开这部影片之后，就了解到影片真实的内容。第三个缩图制作错误就是表情无法看清。很多人愿意在缩图里面露脸，但是他们把自己的脸比例放得太小了，观众根本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这其实和你没露脸基本没有区别，因为你露脸目的就是让观众看到你的表情，用表情传递出你的情绪，从而能够带动观众，激发起这种情绪，引起他们的好奇，引起他们的疑问。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在你影片里面露脸了，一定要把自己的脸放大到合适的比例，让观众看清你脸上的表情，这样才能够达到引起观众好奇的目的。第四个缩图制作错误就是表情和标题并不匹配。大家平时都会看到很多 YouTuber 在他们缩图里面会有夸张的表情，非常有感染力。但是大家不要误认为所有 YouTuber 的缩图都使用夸张惊讶的表情或者是伤心的表情。你要让你的脸部表情和你标题传递出的信息是一致的，是符合逻辑的。例如说，你的标题是传递出一个难过的信息，但是你的缩图却配上了一个开心的表情，那么当观众看到这样的缩图、这样的标题之后，就会产生疑惑：为什么你的表情是开心的，但是你的标题传递出的是一个难过的信息，就觉得很奇怪，不符合逻辑。如果你影片标题传递出的是一个难过的信息，那么你的缩图也应该配上一个难过的表情，这样才是符合逻辑的，观众是能够接受的，能够感受到你这样的情绪。影片的缩图真的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起来。当你学会如何正确的制作 YouTube 影片的缩图之后，你会惊喜的发现，你频道的观看量会快速的上涨。我想知道如何使用免费的工具 Canva 去制作 YouTube 影片的缩图，可以去看我这个教程。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你个赞。如果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对我频道。想要更多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能找到很多金毛熊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